美俄在利雅得的会谈已经结束，双方都保持了对具体内容的保密。不过，泽连斯基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后，对这场美俄会谈评论道：“这场会谈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正在和俄罗斯讨论普京在全面战争开始时发出的最后通牒，但乌克兰在最艰难的时刻都没有选择接受。那为什么感觉现在就能接受呢？”2022年俄乌全面开战之初，俄军为夺取基辅控制权，利用精锐空降军突袭了安托诺夫机场，之后试图以大型运输机运载后续部队对基辅实施突袭，但遭到乌军阻击，俄空降军损失惨重，最终未能攻下基辅市。乌克兰成功夺得了基辅保卫战的胜利。当时美国就不看好泽连斯基可以守住基辅，并为其准备了逃离的飞机，但泽连斯基果断拒绝，之后更是多次表达战斗的决心，称自己需要的是武器，而不是一张逃跑的机票。此次泽连斯基也是如此。2月19日，他再次重申，乌克兰不会做出任何领土让步，且停火谈判必须包括安全保障。他称，如果乌克兰战争草率结束，阿富汗的情况就可能再次出现。由此可见，尽管特朗普威胁中断援助，且绕开乌克兰和欧洲同俄罗斯开启谈判，但无论如何，乌克兰如今的情况都不会比2022年初更糟。面对泽连斯基的回应，特朗普自然感到不高兴。实际上，泽连斯基的最新支持率仍然超过了 50%。如在去年12月，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就有 52%。在美国眼里，俄乌双方必须就和谈做出让步，但到目前为止，普京和泽连斯基都没有在领土上退让的意思。对俄罗斯，特朗普可以通过解除武器禁令、加码制裁、打击油价等手段施压，逼迫其到谈判桌前。但对乌克兰显然不能这样搞，不然会被国内喷死。但若把乌克兰领土分给俄罗斯，那乌克兰高层估计没人敢签这样的卖国协议。而且如今乌克兰内部也有不少声音表示，乌克兰和欧洲并没有进行委托，美国凭什么代表我们去利雅得和俄罗斯谈判？库尔斯克战场2月19日，普京站出来说，俄军第810海军步兵旅已越过库尔斯克州乌克兰国际边界进行战斗，但该说法遭到了乌方的否认。乌方报告称，乌军在尼古拉耶夫、达里诺、茹拉夫卡方向击退了俄军的侦察和破坏小组。其边防局发言人安德烈·德姆琴科称，目前尚未观察到俄军有大规模突破乌克兰边境的企图。卢甘斯克地区，据俄媒 ASTRA 报道，乌军第412团使用无人机导引炸弹，首次打掉了朝鲜援俄的 M1978 鼓山大炮，创造了战场上的一个小纪录。据悉，这是一款使用170毫米巨型炮弹，被认为是世界上射程最远的火炮。去年11月中旬被曝运往俄罗斯，动向几乎和入朝俄军同步。但如今鼓山大炮已被发现在乌克兰境内，不知道朝军接下来会不会有新动作。顿涅茨克州乌军也不遑多让，使用弹簧刀巡飞弹摧毁了俄军一套道尔 M2 防空系统，这是其在3天内打掉的第2套防空武器。在前线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军使用无人机和大炮击退了俄军第183摩托化步枪旅数次进攻。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继续局部反攻，其第12亚速旅、第2机步旅以及乌克兰青年军在西北方向与克里明斯基北翼的反击取得成功，合围了该地区的俄军第109机械化步兵团。围歼战正在进行中，同时安排乌军第150旅和117旅试图渗透回俄军内部。看样子，乌军是打算采取中心开化战术，分割俄军再进行围剿。乌军的反击阻止了俄军以托列茨克为战术支撑点，北上包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企图。当然，乌军在该方向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俄军不仅已将第8集团军第150摩步师调来增加攻击强度，还投入了多架苏25和苏34进行战斗。红军村方向，乌军第3特战团在乌达齐涅附近成功发起突袭，此役乌军深入到俄控区后方，并一度突破了对手的防线，占领了当地的建筑群。随后，乌军第3特战团在清理阵地的过程中，与一座建筑内的隐藏俄军小队展开激烈交火。据乌军指挥官战后报告显示，成功消灭了23名俄军士兵。截至目前，乌达齐涅的战事还在持续进行中，乌军正不断对俄军的后方发动袭击。另外，乌军解放皮萨内后，又连续夺去了南部的几个定居点，目前正在与俄军处于拉锯战中。而且，由于皮萨内村一直都是俄军进攻的主要桥头堡，如今被解放，俄军已无法直接从南部向红军村发起进攻。目前，俄军开始选择向西部侧翼迂回进攻。实际上，俄军2024年的进展并没有俄宣传员口中的那么多。过去1年时间里，从阿夫迪夫卡到红军村，俄军也只不过前进了40公里。现在，俄军推进速度再次下降，红军村的焦灼态势已经证明，俄乌战场已处于战略相持阶段。
俄军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霍拉霍沃方向，乌军打退了俄军2轮攻势，击毁了3辆装甲车，预计俄军接下来还会发起新的冲锋。扎巴罗尔方向，乌军还在托克马克一带使用无人机击中了俄军的一个野战仓库，点燃了里面的弹药。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尔博维方向作战的俄军第247空降团发布了一段视频，一群俄伞兵控诉他们指挥官在没有空中和装备支援的情况下，要求他们进行步兵冲锋。总之，在昨天战斗中，俄乌双方互有攻守，但战线几乎未发生变化。据乌总参谋部发布数据显示，乌军歼灭俄军1300人，摧毁坦克19辆，装甲车23辆，火炮72门。2月19日夜间，乌军向俄罗斯的机械制造中心萨马拉地区出动了无人机群。据乌克兰反虚假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中尉表示，当地塞兹兰炼油厂遭到打击，虽然俄军防空系统紧急启动，和无人机展开激烈交火，但从现场披露的视频来看，乌军的袭击还是导致炼油厂燃起了大火。目击者也声称，前后听到了约5起爆炸声。俄方则尚未回应此事，详细的损失有待卫星数据的披露。不过，科瓦连科指出，该炼油厂的年加工能力为890万吨石油，是俄军一个重要的能源供应厂。在受到袭击后，该炼油厂已暂停运营。与此同时，乌克兰这次攻击的地点萨马拉地区也引起人们的注意。该地区是俄罗斯重要的机械制造中心，在俄乌战争开始前，它的地区生产总值还一度排进全俄的前10位。这里距离乌克兰接近1000公里，可见这次袭击又是乌军发动了一次超远程攻击。更为关键的是，萨马拉州还是中东欧连接哈萨克斯坦的枢纽，而乌军刚袭击的里海输油管道恰恰就接收的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这意味着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打击或将进入更具针对性的阶段，袭击的目标之间也拥有更深的联系。据美国国防邮报报道，波兰正在开发该国第一台军用量子计算机，用于提高加密与数据分析能力。随后，波兰网络空间防御部队发言人利普钦斯基证实这一消息，并表示该项目由该国多个军事武装技术研究机构联合推动，并由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目前，生产原型的工作已进入后期阶段，预计第一台原型机将会于今年研发完成。据悉，量子计算机在数据处理方面的安全率极高，因为任何拦截数据传输的方式都会改变量子状态，从而被发觉。此外，其还可优化复杂的后勤任务，包括供应链管理、部队部署和资源分配等。同时，利用量子算法，量子计算机还可增强战场环境、武器系统模拟训练，改进监视、侦察和决策能力。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的滨海战斗舰分为2种类型，一种是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现役10艘；另一种是独立级滨海战斗舰，现役16艘。目前，美国计划改装部分滨海战斗舰，通过为其加装地虎导弹，使其成为无人机杀手。而作为10艘自由级滨海战斗舰之一，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由于其最近部署到了中东地区，促使其成为了第一艘配备地火导弹的滨海战斗舰，将与胡塞组织的导弹和无人机作战，同时也制止伊朗军队的袭击。虽然到目前为止，该舰还没有向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发射过地狱火导弹，但据美军表示，这将不再是重点，因为其已经为该级舰的后续升级改装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例如，这种近岸战斗舰可以扫雷、攻击小型舰艇、打击陆地目标，现在还可以向敌方无人机发射导弹。当然，这些功能大概率不允许同时实现，因为增添一种武器系统可能会妨碍另一种武器系统。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特朗普要换掉泽连斯基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